魔族不一定是坏人，坏人也不一定是魔族。还是这么帅，但也还是傻。陛下，真的要去吗？本君不去谁去？帮本君收好。别废话，本君又不是不回来了。大概。魔宫门口看门的大乘期。阿弥陀佛，魔界藏人藏得比咱们天剑宗藏穷还深。那他平时为什么看门？因为他爱哭，魔君嫌他吵，让他去门口哭。独眼老魔，魔宫门口老管家，表面爱哭看门赶苍蝇偷吃幽冥果，实际大乘期隐匿多年，可在3位大乘左赠前录影不被发现。备注：魔界水很深，比北海还深。所以，俺爹跳坑了，俺哥被关了。魔宫门口看门嘞是大乘期，魔界到底还有多少俺不知道嘞事？那现在咋办？先别慌，魔君敢跳，说明他有把握。独眼大人赶路，说明魔界还有人没倒。福焰没反抗，是因为不能反抗，不是没办法。对，他顺着对方安排休息。说明他还想看他们下一步。二师兄不是认输，是暂时收手。小师妹，你哥很聪明，你爹也很能打。枯灵大人既然能把刘影珠送出，说明魔君旧部仍在行动。公主殿下，少主让属下保护你，魔界的事少主会有安排。可他被关起来了。少主若真被关住，刘影珠不会到您手里。俺爹跳坑嘞，俺哥被关嘞。但画本送不进去，刘影珠却送出来了，说明他们还没输。俺不能慌，俺一慌，糖都不甜嘞。那俺继续加练。俺现在帮不上他们，那就先把自己练强一点，别让他们还要分心担心俺。好。魔界藏着这么多大乘，大乘还能这样用？放门口看大门，放在忘川支流撑渡船。那这船子得多少钱一位？魔界的大乘也太不值钱了吧，跟菜市场的大白菜似的，一捆一捆的，随便摆在路边。四师兄，大乘应该还是值钱嘞，就是魔界藏得太深嘞。那他为什么不救福焰？一个大乘打不过3个大乘，但至少能把人救出来吧？救得了一个，救得了其他8个吗？现场一共9个活口。4个化神魔将，4个化神侍卫，还有福焰。一个大乘强行出手，对面3个大乘，就一个死8个。也对，不出手是对的。出手了，连个报信的人都没了，到时候我们连魔界出了什么事都不知道。那现在怎么办？老夫去跟禅宗主持商量一下，万仙盟那边该通个气了。这么大的事瞒不住，邪修的事还没查完，魔界又出事了，2件事赶在一起不是巧合。是要防备，要有大事发生了。我去加紧炼丹，万一打起来，丹药比灵石管用。我去练剑，趁这几天把新学的剑招练熟。我去和面，不管打不打仗，饭总得吃。我去擦剑，真的擦剑，不擦脸。信息量太大了，得捋捋。大家都散嘞，每个人都去做自己能做的事。可俺能做啥？俺只能吃糖、练剑、加练，然后等消息。刘师兄，这个备注可以不写。这是重要民生问题。这句倒是重，大事归大事，糖归糖。去了趟十宫宗买的米其林，听说你被加炼，特意做的，说吃了有力气跑。柠檬味儿嘞，醒神。绝
施行。三长老，人是不是跟万仙盟开会嘞？他们咋说？这次没人吐槽我们画质差了，都说天剑宗终于跟上时代了。因为上次开会他们都在骂我们，这次没人骂了，说明日子在变好，日子在变好就有希望。有希望就不怕。天剑宗的人算账方式都不太正常，可是景元长老说要出大事嘞，而且俺爹咋办？俺哥咋办？万仙盟说这是魔界内部事务，总不能无端硬闯魔界救人，没有理由，没有证据，没有魔界授权，硬闯就是入侵，入侵就是宣战，宣战就要打仗，所以先看看。看俺爹在裂缝底下能不能爬上来，看俺哥在魔宫里能不能跑出来。放心，没事的，睡吧。俺睡不着，俺担心俺爹、俺哥。俺知道三长老没告诉俺全部，可他嘞声音真安稳，像在说先睡吧，醒来再接着担心。那你就先睡一小会儿。谁啊？一大早吵啥嘞？打仗？啥打仗？谁跟谁打仗？昨天不是还在论坛上讨论魔界商贸区为啥加关门吗？今天咋就变成打仗嘞？硫磺之域封印100年前就破嘞，那前几天说刚破是演嘞？黑衣人去灭口？说明他说嘞可能是真嘞。魔界下战书，大军集结，俺爹不在，俺哥联系不上，这仗是谁要打？师兄，长老，要出大事嘞！五师兄呢？秋千没事，花也没事，你也没事，都没事。我很快就回来，回来再给你种新的花。别乱动，扎歪了还得重来。战场不等人。不够食堂还有，粥也温着。四师兄，咱们要去多久？很快，饭凉之前最好回来。不要一直刷论坛，论坛上吵架的人多，戾气重，教坏小孩。无聊的时候看书，但别看完就撕了。下山借的要还，业金还没退。六师兄，这都要打仗嘞，恁还惦记右金？越是打仗，越不能乱花钱。好好待在宗里。俺也要去。你还太小，你还太慢，太危险。我要记战况，暂时没空记你了。你去了，我们还要分心保护你。本来就打不过，再分心更打不过了。你在家就是最大的支援，后方稳了，前方才能安心。你去了，谁看家？小燕熬谁喂，花谁浇，秋千谁荡？行吧，他们理由太多嘞，俺一个3岁半嘞脑子暂时反驳不了这么多，而且他们说的好像都对。止血丹、回灵丹、护脉丹、解毒丹，够用一阵。贫僧老夫负责清场，战场乱，别分散。那俺要是看到论坛直播有啥消息，能不能告诉咱们？可以，但要先告诉景元长老和忘机长老，不能自己判断。中，俺不自己乱跑，也不自己乱猜，也不偷偷出山门，俺保证，也不半夜听到怪声就出去看。那次是意外吗？不中，俺不出去。看好门。小燕儿，咱俩看家，能别偷吃俺馒头。走。咱们都要回来。知道。回来给你做红烧肉，回来种花，回来还书。会。中，俺在家等咱们。后续剧情更精彩，不想错过的家人们，赶快点个订阅，并打开小铃铛，好戏马上回来。你去打仗嘞，俺留在家看家
为小言豪浇花荡秋千，听起来像啥都没干。可大长老说后方稳了，前方才能安心，那俺就把家看好，谁也别想进来，谁也别想把这里弄乱。10块上品灵石，怪贵，但这是战场，俺也得看清楚，记住。等他们回来，俺要告诉他们，俺没乱跑，俺也没偷懒，俺一直在看着。开始嘞！三长老只说冲灵石，没说还要密码呀，这玩意儿咋比上古战场还难进？大师兄，能帮俺问一下三长老，看直播间需要密码，密码是啥？密码是啥呀？长老，小师妹问支付密码。378，不对，三长老那慢点，俺手短写不快。我再念一遍。进来了。诸位道友，欢迎来到我的实时直播间，这里是上古战场。今天这场仗，整个修仙界都在看，只有我能让你们看到。别的传讯法器传不了这么远，别的传讯符只能传声音。等带回来仗都打完了，你们看什么？看收尸吗？他说的还怪有道理。买得起3000多上品传递法器的人，有非洲也很正常，没有非洲才奇怪。总不能把法器绑在灵鹤腿上飞吧？大师兄在哪？30个在哪？40个来围群应该很好认，60个应该在最后记本子。诸位道友，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上古战场全貌。这雾怪像四师兄早上煮稠类粥。诸位看见的不是普通雾气，是死气。上古战场死过太多人，也死了太久。没见过死气，但看着确实不吉利，像有好多人在屋里盯着你。不中，晚上肯定要做梦。时间不多，诸位先别吵，吵赢了也没有灵石拿。先看两军阵容。离远点拍，牙都快扎俺脸上了。此次魔界统帅是镇守魔界后方的颜渊魔将，据说此人看守军令，油盐不进，哪怕魔君亲自开口，他不该做的也绝不做。颜渊，替本军去买些零嘴。末将不是跑腿的，那本军自己去。陛下不可擅离职守。那你替本军去。末将不是跑腿的，我去。可俺哥被关嘞，那他现在听谁嘞？俺哥身边那4个俺认识，跟着俺哥批了好几年文件，一个个眼圈都快熬黑了。这4个太年轻，不是他们。俺哥身边的人应该还在魔宫陪他一起被关着批文件。魔军后方3位大成级老祖坐镇，诸位，镜头不能再靠近了，再靠近法器可能会碎。我3000多上品买的，不接受战损。他们看着不像来拼命嘞，大概他们觉得后面有3个大成坐镇，这仗稳赢，赢了能分地、分钱、碰权；输，他们根本没想过。魔界统帅是颜渊魔将，后方还有3位大气老祖坐镇，修仙界这边一个大成期都没来，都闭关了，都没出来。魔界3个大成，修仙界一个没有，这咋打？这旗手站得真稳，要么练过，要么被绑在旗杆上嘞。就是当初大招测试俺是武灵根，建议俺去天剑宗嘞那个老头，俺得谢谢他。都要打仗嘞，也没人喊俺娘出关，不知道是怕影响他进击，还是怕他出来管事。上官海棠也没来，可能他也太小，被留在宗门嘞，就像俺一样。这有钱这么惜命，都来嘞！看来打仗这个事不是有钱就能躲下去嘞，钱能买丹药、买法器、买命，但在万仙盟面前买不到不去打仗。
青云宗真有钱啊！不是在看打仗吗？咋变成招弟子嘞？好了，诸位，等打完仗再讨论择宗选法。下一个，神女宗。一眼就知道是神女宗嘞，怪红，怪漂亮，也怪显眼。诸位道友，现在看到的是神女宗宗主姬嫣慈。烈虚初期，5大宗宗主中最年轻的一位，也是公认最擅长媚术与幻术之人。俺上次开会见过他，当时只知道怪好看，今天终于知道名字嘞，姬嫣慈，名字好听，人也好看。他们为什么总来找我？因为能好看。有道理。这次带的什么啊？上次灵果不新鲜，这次剑素配色不行，上次灵酒酿的一般。三师兄这个嘴，有时候比宗主还欠一点点，但他跑得没宗主快，所以挨打来次数比较多。吃了吗？那再吃点。不吃了，那我给你下碗面。灵果估价5块中品灵石，法衣估价30中品，发簪做工精细，估价8块中品。你是哪个宗的？叫什么？送过几次？大师兄他们不敢找，说大师兄太冷，靠近容易冻伤，他们就回去了。上次大师兄说他剑法还需要练，从那之后他真开始练剑嘞，练得怪勤，进步也怪快。大师兄不是木头，大师兄会给俺糖，还会给俺盖被子。好，接下来禅宗。三长老混进去，肯定一点都不显眼。诸位稍等，我调一下亮度。站在陈宗对面，眼睛估计先被晃瞎，然后他们开始念经，念到你烦，烦到你自己投降，这也是一种战术。主持大概是在求佛祖保佑，仗别打太久，别耽误回去做晚课，最好午饭前结束。好嘞，各位看官，别眨眼，接下来的宗门保证不刺眼，但一定最亮眼。御灵宗来嘞！快拉风嘞！御灵宗宗主白敬新，本命灵兽玄月灵狐，上古灵狐血脉，化神期战力，9尾完全展开时，可同时释放9种灵术。大妈，灵宗雷灵兽威风是真威风，可妖兽和魔兽能被人控制着一起打仗，这些灵兽呢？等会儿真打起来，会不会也出问题？恁可别听别人嘞，只听俺嘞。灵气宗宗主白鹤舟，本命灵兽西王圣鹤，拥有净化邪气、修复神魂之能。怪奇嘞，比6师兄记账还奇。今天咋这么多乌龟？可能大战的时候跑得快不是最重要嘞，活得久才重要。好了，再讨论乌龟，仗都要打完了。下一个十寻宗。宗主大概一紧张就播花生，不紧张也播，反正花生总得有人播。食神宗天骄米其林，武器雷击木勺，被敲一下全身发麻，连续被敲4肢失去知识。一勺麻一下，再敲一勺，再麻一下，怪烦人嘞。时间宗打仗可能先做饭，把对面馋哭，馋不等就拿勺子敲，一勺一勺敲到投降，投降了再请吃饭，化敌为友，兵不血刃，怪有智慧。欧阳家这次居然没逃，上次仙魔大战他们一个人都没来。他们家有大成老祖，不该站第一排吗？5大祖师爷早就飞升，他们老祖好就飞升了，说明什么？说明天赋不行，天赋不足，凭什么站第一排？而且那些家主都1、2千岁了，连炼虚都没有，当然没资格站第一排。不是不让他们站，是他们自己不好意思，站上去丢人，还不如躲后面假装低调。哦，论坛嘞，人嘴也怪损，但比宗主还差一点。
宗主说完，人家会追杀他；他们说完，最多被封号。诸位别只看五大宗，真正的大战从来不是一个宗门打的，是所有人一起顶。散修也来了这么多，万仙盟诏令散修也得来，不去按逃兵处理，逃兵按邪修处理。不来也行，以后别想在修仙界混，没人跟你组队，没人卖你丹药，没人借你法器，一个人修到天荒地老，所以还是来了。打不过归打不过，态度得有。有道理。他们咋还没到嘞？别人上战场遇飞剑，三长老遇特价扫帚，可能还是有点买不起。大师兄、三师兄、四师兄、五师兄、六师兄。别人宗门远远一看就知道是一家人，俺们天剑宗远远一看，像八路上刚认识了人，临时凑一起打架。诸位，别看天剑宗只有8个人，3个化神期长老，1个元婴中期天骄榜第1，其余4名弟子全是金丹期剑修。这8个人不一定比旁边800个人弱。列阵！人少咋嘞？俺们一个能打好多嘞。隔壁3000人，隔壁1000只灵兽，隔壁几千个光头，俺们只有8个人，可他们站在第1排最中间，不是因为人多，是因为能打。诸位，两军阵容已经全部到齐，魔界统帅似乎要说话了。虽然人少，虽然人不齐，虽然衣服也不统一，但他们一站进去，那条缺了嘞牙缝就补上嘞，不漏风嘞。谁太小嘞？俺只是暂时长得小。这位道友说得中。别摆了，对面都要打过来了，没摆。天生的，等会儿对面第一个就打你。哼，那说明我足够显眼，也可能是足够欠打。五师兄还真知道镜头在哪，恁别学他大战前铁矛不顶用。牛，怪牛嘞！夸就夸，咋又绕回穷嘞？全修仙界倒数第1，没有灵鳖独享。这话听着怪伤人，可又反驳不了。这句话听着像夸奖，但想想俺这几天嘞加练，又觉得哪里不太对。快了，快了！魔军那边在等修仙界的人集合完，人家很讲武德，不等你站稳就不动手，不像某些人，趁别人蹲坑时偷袭。我已经向万仙盟申请了战地修士名额，不负责战斗，只负责拍留影，属于编外人员，不占编制，不发工钱，也没有抚恤金。原来直播不只是赚零食，还得给以后勒人看。不过10块上品一个人，进来这么多人，他应该也没少赚。写这么大，魔君能认字吗？咋还有男嘞？俺是闺女，不是气运之子。天道亲闺女，
天道也没给俺发过糖，这亲闺女当的怪亏。修仙界阵容排面记录：青云宗3000多人，有钱有阵型有排面；神女宗1000多人，好看有阵型有排面；禅宗几千人，亮有阵型有排面；玉灵宗上千人，猛有阵型；灵气宗上千人，有阵型，但没有5大宗的命；天宗8个人，穷，没有阵型，没有排面，站在第一排中间的缝隙里，但没有人敢说他们不配。备注：打仗不是看谁人多，是看谁站到最后。天纵宗的人脑子是不是跟别人不太一样？别人看敌人，他在写作文。确实不一样，所以他们能站第一排。你站第几排？他当然没在第几排，他根本没去战场，他在直播间嗑瓜子嘞。别说了，开打了，开打了！瓜子收起来，眼睛睁大。睁开始脸。诸位道友，双方已经集结完毕，战前喊话即将开始。修仙界魔界，今日决一死战。他肯定提前练过，这种话喊得不好会影响士气，喊得太快别人听不清，喊得太慢别人以为他忘词嘞。魔界背信服义，擅自宣战，残害生灵，修仙界绝不退缩。喊话有什么用？不如直接冲！这流程1000年没变。嘘，诸位别聊了，双方开始移动了。像两个在集市上碰见、互相看不顺眼的人，谁都不让路，一步一步往前挤，挤到最后总得撞上。能不吃就别叼呀，这下俺也没法吃嘞。还有100丈、50丈、10丈，要撞上来！杀出去！诸位道友，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非洲出不去，光幕撞不破，好像是一个大阵，很大很大的阵，把整个上古战场全部罩住了。大阵？谁布的？什么时候布的？为什么没人发现？能罩住整个战场的大阵，不可能几天不成。布阵要材料，材料要钱要赚，赚了还得存，存了再用，用了要试，试完要改，几10年都算快的。我在古籍里见过这种记载，这是上古邪阵，专门炼化修为与气运。布阵者修为必须极高，材料也极其稀有，很多早已绝迹，阵图更应该被销毁，为什么还会出现？这个纹路和神女宗此前拍到的小阵一模一样。神女宗发现的是缩小阵法，这个才是完整版本。小阵用来试水，这个才是真家伙。所以这场仗从一开始就是个局，我们看的根本不是大战，是炼化。万仙盟查了这么久，那么多宗主长老，竟然没人发现。万仙盟查5条线，查出一个还在查，开3次会，开出4个字：从长计议。从长计议的结果就是大家一起被关进阵里。前线的人要是被炼光，下一个是不是轮到留守宗门的我们？炼化，因为俺不出去，他们抓不到俺，所以就不抓俺嘞。直接换成炼化仙魔2界，那师兄们和长老们咋办？他们会不会死？啊，大长老都开始吃黄瓜嘞。长老们不慌，那俺也不能慌，他们肯定知道点啥，或者至少比俺知道的多。嫩不吃拉倒，这个比馒头有味儿。不错，不止上百年，
修改无数次，今日终于彻底完成，比老夫想象的还要完美，完美到老夫都想亲自为自己鼓掌。终于不负所望，不负老夫所望，也不负列祖列宗所望。出来吧！这些妖兽和魔兽就是屠宗的那批，那只大耗子我认识。他们不是在各宗地盘作乱吗？为什么全在这里？还用问？根本不是逃出来的，是被放出来的。他们是来分一杯羹的，分气运的羹。炼化两军修为与气运，炼出来的东西，见者有份。原来我们就是那碗羹。夜宵。夜宵，周家小子，1000年不见，你也老了。上次见你，你还是个金丹期的小娃娃。大长老，夜宵是谁？以前没听过。哼，修仙界第一邪修，杀过数个宗门的长老，夺人修为，挖人灵根，后来被围剿，逃进硫荒之狱。这一躲就是上千年。可四大隐士家族老祖不是说他们拼死把大成邪修逼回封印了吗？逼回去了，还是放出来了？如今还不明显吗？老子早就说了，硫磺之狱封印100年前就松了，没人信。谁出门买菜随身带流影珠？所以100年前魔界贵族老祖就和邪修联手了，一环扣一环。俺爹没被他们抓住，俺哥虽然被关，他们一环没扣住，所以才把所有人都骗进这个大阵。嘘，快看，那几个家主想干什么？特制远距离传送符，邪阵启动前就准备好了。他们从一开始就没准备和其他人一起留在镇里。看我做什么？怕你难受。我这身衣服这么好看，有什么好难受的？最后一句不用写。重要信息不能删。前几天传讯符里说的天花乱坠，啥拼死加固封印，啥险些陨缩，啥重伤闭关，全是假嘞！真的是4位老祖，他们不是闭关了吗？不是说重伤，伤呢？伤在哪里？他们也参与了邪阵，他们要把修仙界和魔界一起炼了。符焰上次已经暗示的那么明显，能和魔界大成老祖平等合作的，肯定也是同级的人物。魏宗主也说过，整个修仙界能把炼虚期当打手的人，魏师说可能当场就被抹除，现在说至少暂时还活着。可现在说了，谁能来救我们？外面那些人就是布阵的人。魔界老贵族，修仙界老祖，硫磺之域邪修，3伙坏人终于站到一起嘞！不用猜了，他们就是一伙嘞。司徒彻，司徒家主怎么没带司徒彻？他不是司徒家的人吗？我知道点内情，司徒彻不是家主亲儿子，是旁支过遗的，平时给资源养着，真到要命的时候，谁管你？司徒彻1000年天赋高时，天赋越高，修为越强，提供的气运越多。他们不是忘记带他，是故意把他留下。别聊了，4个老东西要说话了。他们才不是家人。俺爹虽然傻，可他跳幽冥裂缝前还记得把话本交代好。俺哥被关着，也想着给俺送糖。真正的家人不会拿你去换自己活命。大限将至，若不走这条路，再过100年，吾等皆会化为尘土。修行之路本就是逆天而行，天都要逆，何况人乎？他杀人是为了活命，活命也是逆天，杀人都是逆天，所以没区别。这啥歪理？成大事者不拘小节，若能助吾等破境飞升，尔等也算死得其所。还有吗？阿弥陀佛！死到临头，你
你们还有心思吃东西？不然呢？听你们几个老不死讲道理，黄瓜还更有营养。学长，出去了！他为什么能出去？为什么不带我们？宗主呢？宗主带着圣鹤跑了，那我们怎么办？叶图，你终于不装了。不装了，装了几百年，累了。谢千绝就是叶图，100年前那个炼虚邪修，玉露宗宗主就是死在他手里的。他可是青云宗他带人做的，还是万仙盟议事堂常任长老。他在万仙盟开了几百年的会，每次都坐第一排，每次骂魔界等闲，数他骂的最大量。原来是他，搜魂画面里一掌打死碧落宗宗主的人。万仙盟天天查凶手，结果凶手天天坐在万仙盟第一排，陪他们一起查自己。这谁能查出来？不错，碧落宗宗主是老夫杀的。双阶时运阵已经完成，总要找一名高阶修士试阵。元婴期修为不足，化神初期勉强可用。碧落宗宗主化神中期，正合适。谢千绝，你不是君子！老夫何时说过自己是君子？你枉为正道中人！老夫本来就是邪修。哪里有道理嘞？他说的理直气壮，不代表他说的对啊！哦。宗主，你为什么也和他们站在一起？灵气宗的孩子们，老夫这些年累了。当年从玉灵宗分离，老夫以为能够带着你们闯出一片天地，可这些年老夫越来越觉得带不动。整个灵气宗除了老夫，还有谁真正能打？亲传大弟子，老夫不知砸了多少天才地宝，才堆到金丹大圆满。其他弟子连一个金丹都没有。老夫一个人撑着整个宗门，撑了几百年，累了，真的累了。他说的像自己怪委屈，可那些弟子修为低，也是他们自己想了吗？弟子弱，可以教，教不会可以继续教，再教不会，俺们天中宗会打，哪有直接把弟子卖掉嘞？白鹤州，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你带着灵气宗全部弟子进入邪阵，然后自己逃出去，你是人吗？静心，你不懂。我不懂，我的确不懂，你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当初你从玉灵宗分出去时，说的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现在你的道是什么？把自己的弟子卖了。大阵开启后，老夫能分一杯羹，至少能突破合体期。静心，你知道合体期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老夫可以与魏苍玄那个老东西平起平坐，意味着灵气宗再也不用站在第二排，不用看五大宗的脸色，不用再看任何人的眼色。五大宗算什么？等这件事结束，五大宗便不复存在。到时候老夫会重新建立一个宗门，修仙界第一大宗，不是站在第二排的第一，是真正站在最前方的第一。师父，您说我修为低，可当初不是您说根基比境界重要，不必急着突破吗？你说宗门才分出去，资源不足，让我们慢慢来。原来你从来没有想过让我们慢慢成长，你只是觉得我们没用。你疯了！还有没有人要出去？温长老，能出去谁不想出去？谁想留在这里被炼成飞升原料？我们又不是4大家族的人，哪来的特制传送符？温长老，你要是有传送符，给我一张，我立刻出去。就是，我又不是内鬼，也不认识叶萧，我就是一个普通散修，我怎么出去？哦，
那就是没人出去了。阿弥陀佛，也就是说，内鬼都已经出去了。既然内鬼都走干净了，那接下来就好办了。对啊，坏人全跑出阵嘞，留下来虽然被困住了，可至少不会再有人从背后捅刀子。自己人跑不了，自己人也不用跑，那就打他们。接下来就好办了。诸位稍后。怎么？审判流程还未走完。魏宗主逃亡途中经过禅宗，交予老衲一批证据。老衲已经整理归档，依照时间顺序排列1至7，每份证据均有副本，可供万仙盟及各宗查阅。宗主被2个大城追杀，路过禅宗时居然还有空交材料，不知道他是一边跑一边整理嘞，还是早就整理好，就等着找地方存档。第1桩，100年前，修仙界慕容、上官、司徒、欧阳4大家族老祖，联合魔界墨家、崇家、孙家3位贵族老祖，使用禁术封锁秘境禅城古境，将魔君拂晓与青云宗弟子青梦困于其中，意图篡夺魔界及修仙界权柄。此为第1罪。困安蝶，困安麻，还想抢2界的券。这就是第1桩，后面还有6桩，怪能折腾嘞。第2桩，50年前潜炼灵邪修业徒及青云宗大长老谢千珏于凡界追杀魔界少主符炎，刺杀未遂，符炎为天剑宗宗主魏苍玄所救，此为第2罪。二师兄50年前遇袭，证据确认。第3桩，30年前挑动仙魔大战，意图借2界战乱，在修仙界与魔界安插内应，架空2界权柄，计划未遂，此为第3罪。30年前那场仗，原来是他们挑起来的。我那时候收拾了3天行李，带了5套衣服，结果魔界半日就投降，我全白收拾了。难怪魔君没怎么打就投降，原来也是被老贵族坑了。那门审判就审判，咋还八卦俺大妈嘞？肃静。第4桩，今年以来连续屠戮7个小型宗门，用以试验双界持运阵。碧落宗宗主为最后一名试阵者，化神中期，修为被吸尽，灵根被挖，7宗上下无一幸免，此为第4罪。7个，不是5个吗？是7个，另外2个宗门太小，没多少人知道。那2个叫什么？忘了，反正真的很小。第5桩，勾结流荒之域邪修夜宵及其麾下，破坏封印，私放100余名邪修，并操纵高阶妖兽、魔兽袭击各宗，此为第5罪。第6桩，现已证实青云宗大长老谢千珏即为邪修业徒，业徒潜伏青云宗数百年，申斥青云宗与万仙盟高位，为同党提供情报、掩护及行动便利，此为第6罪。第7桩，尔等勾结灵气宗宗主白鹤洲，以晋升合体期为诱饵，换取其将灵气宗全宗弟子带入阵内，也称投名状，此为第7罪。主持，您念这些有用吗？念了他们也不认，认了也不改，就算改也来不及了。您看他们站在阵外，跟没事人一样。这是万仙盟的审判流程，前因、过程、后果，总要一件一件捋清楚。罪证也要编号、归档、留副本。现在不整理，后期还得补。补材料比写材料还麻烦，写材料只需要动笔，补材料还要找证人。证人不好找，找到了也未必记得。你们想，万一今天我们都死在这里，材料不全，后人怎么查？
后人查不到，就不会知道今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不知道今日发生过什么，明日就可能再发生一次，明日发生一次，后日再发生一次，后后日还有没有后后日就不一定了。所以证据要全，罪状要轻，归档要及时。他是认真的吗？以前俺觉得三长老就是爱省钱、爱讲价、爱念经，现在才知道，有些事情麻烦也得做，不是做给今天类人看，是做给以后类人看，免得以后再有人掉进同一个坑。三长老说的重，这个能不能喝？何事？宗主，下一届万仙盟盟主是不是轮到您？是又如何？这是一桩横跨100年的千古大案，7项主罪，涉及仙魔2界7位大成老祖、邪修尊主、2个宗门高层、7个被屠宗门上万名受害者，还要整理证据、核对证词、登记伤亡、清点损失、确认赔偿、重新调查历年旧案，至少得整理10几年。可还有10年，万仙盟就要换届。先破阵。是。破阵之后，先让禅宗把能整理的全部整理完。弟子明白。30年前，邪阵还不完善，你们不敢轻易涉险，所以故意挑起仙魔大战。其实是想利用大战让2界死伤惨重，好趁机安插更多人手。竟然是故意挑起，真是够缺德的。没想到魔君投降了，打不起来，死不了人，安插也没用。反派搭好了戏台，俺爹上去转一圈，直接投降。此后几10年，你们继续修改邪阵，一次不成再改一次，阵法不稳，便以小型宗门试阵，7个宗门，上下数千条人命。最后，你们选择了碧落宗，碧落宗主化神中期。修为足够高，灵根品质也足够好，试验成功，证明完整大阵可以启动。本座说的可对？对，都对。可都对，又能如何？翻译一下，你说的都对，可你又出不来，出不来就闭嘴。他大概是这个意思。谢浅觉，你是何时与邪修勾结在一起的？老夫本来就是邪修，是老夫以邪修身份潜入青云宗，成为长老，而不是老夫成为长老之后才与邪修勾结。不是叛徒，是卧底。叛徒可能还要脸，卧底从头到尾都不要脸。战地修士，方才供词，可曾全部录下？在。录着呢，一直录着呢，现在还是现场直播。10块上品灵是1个人，付过钱的正在看，没付钱的看不了，看不了的正在借账号，借不到的正在求人，求不到的正在骂我。你还好意思说10块上品太贵了？谁能借我看半刻钟？你上次借我炼丹图还没还。你们曾试图将屠宗罪责引到天剑宗小群儿身上，又故意揭露他的魔族血脉与魔界公主身份，目的是借万仙盟之手驱逐他。因为炼化一个混沌灵根，比挑动仙魔2界大战炼化2界所有修士容易得多。只要他被驱离天剑宗，离开护宗大阵，你们便可将他带走。可他没有出来，天剑宗护宗大阵，你们也无法攻破。所以你们重新采用原定计划，封闭魔界，控制魔君，伪造战书，促成仙魔2界对峙，让所有宗门、所有修士、所有妖买兽，按照万仙盟诏令主动进入上古战场，请君入穴。抓不到俺，就把所有人都骗进来，俺一个人不出去，反而让长老、师兄还有这么多人陷进阵里。可这不是俺害嘞，是他们坏，坏人做类事，不能算到被害人头上。尔等说完否？暂时只想到这些，若诸位能主动交代的更加详体，便更好了。
也省得本座逐项询问。问话很累，问完之后要记录，记录完了要核对，核对以后还要整理证据，调取旧卷，登记证人，最终统一归档。如此涉及仙魔两界、横跨100年的大案，即便主谋亲口承认，后续经证调查没有10几年也做不完。再过10年，万仙盟便要换届，禅宗若做不完，最后还不是要交由神女宗继续跑腿？跑腿需要业值，业值伤身，尤其伤皮肤。伤皮肤的事情，我们神女宗不愿意做。就是季宗主说的也有道理，神女宗姐姐们这么好看，确实不能老熬夜。可是都啥时候嘞？他们咋还真在想皮肤？不许偷喝！韩奎与焚硕为何还未返回？2个大城追俺宗主一个合体，按道理早该回来嘞，可追人类没回来，被追了也没回来，难不成宗主又把他们带沟里去嘞？老夫不愿再听这些废话，罪状已经念完，归档也已经说完，尔等都将死于阵中，还在意这些做什么？无法，将死之人不过想多说几句遗言，说完之后也好安心上路。将死之人似乎过于淡定了。此战之前，王姬曾与老衲商议，仙魔两界局势变化过于突然，魔界封君失踪，魔界少主断联，万仙盟召集全界主力，却偏偏选中这座死气积聚万年的上古战场，此战必有蹊跷。既然知道是阴谋，你们还敢主动进入阵中？我们不跳进来，你们怎么跳出来？4大家族老祖，4大家族家主与族人，青云宗大长老，灵气宗宗主，一个个平日藏得比影妻还深，不知道谁是内鬼，怎么抓？抓错了又怎么办？如今你们主动出来了，我们就不用一个个查，接下来可以直接开打。阿弥陀佛，所以多谢诸位主动现身，替万仙盟节省了许多人力、物力与调查时间。俺就说长老们咋一点都不慌，大长老还吃黄瓜，原来他们不是啥都不知道，他们是知道有坑，还主动跳下来，顺便看看谁站在坑边填土。夜宵尊主，可以启动了。开阵吧！老夫已经不想再听他们审判，从宣读罪状到现在，已经耽误太久，等了100多年，凡人等这么久，连重孙子都抱上了，老夫却连阵都没正式开上。韩奎与焚硕皆为大成，2名大成追杀一个合体，不至于出事。北海深处无法传讯，本就正常，不能再等，继续拖延，阵中之人便要开始破阵了。夜宵，开阵。开阵！哼，开阵！快想办法破阵！难道站着等死吗？急什么？这种炼化几万人的逆天大阵，没几日练不完。你以为烧开水，咕嘟几下就开了？上古卷轴记载，完整炼化最快也要3日。3日，足够写遗书了。你们修为高，当然不急。我才金丹初期，最多成半日。我刚初期，1个时辰后可能就成干尸了，遗书都写不完。俺也急。
金丹出气能撑多久，俺不知道。大师兄他们会不会难受？长老们会不会被抽干灵力？这个阵子还在亮。他们都不慌，大长老还有心情吃黄瓜，二长老还有心情贴标签，五师兄甚至还有心情照镜子。他们不慌，那俺也不能慌。怪酸。水来了。哥，俺哥开矿车怪熟练。以前魔界没钱，他不光批文战，还得下矿。据说倒车进矿洞从来不用第二把，4个字，技术很好。二师兄，好拉风！别人带兵骑战兽，他带兵做矿斗，关键是还真挺好看。文哥站在矿车头上，背后是30节矿斗，400多个矿工，看着比御剑拉风，比麒灵兽拉风，比坐非洲也拉风。因为矿车代表魔界矿业，矿业是魔界的命脉，安哥把魔界命脉开过来咧。魔界矿场最近涨工资咧，那么真想挖可以投简历。少主为何擅自离开魔宫？魔界事务自有我等处理。前线危险，刀剑无眼，少主还是尽快回去休息。既然魔界已经开战，本少主身为魔界少主，领兵作战是分内之事。几位老祖显然不太会打仗，本少主今日亲自教你们。拿下！谁敢欺负我家少主？他一哭，就像怪伤心嘞。可他的威压一出来，别人就真该哭嘞。独眼爷爷，就是他，天天在魔宫门口哭，还偷俺幽冥果，大成气嘞。独眼爷爷的威压是呜呜呜，俺好伤心。哭灵大人的威压是闭嘴，别吵。俺觉得哭灵大人更霸气一点，但独眼爷爷哭起来更吓人。三醉子老祖，就像你以为自己知道家里有几块灵石，结果恁丈夫还藏了3块，恁翻遍屋子都找不到，直到他自己拿出来。这不是魔宫那个爱哭的老管家吗？他不是化神期吗？何时突破大成？为何未曾报备？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不是忘川之流的摆渡人吗？他怎么也是大成撑船撑出来的？拿下！这么热闹，怎么不等老夫？宗主，这个声音怪远，也怪欠揍。但俺第一次觉得宗主欠揍的声音这么好听。宗主，等着了。等您。魏苍玄，你还活着？老夫早就说过，韩归和焚硕追不上他，2个大成追一个合体，追了3天3夜，连人影都未必摸得到。哼，说出去丢人，丢邪修的人。哦，你说那2个大成刺客上菜？这门怪蓝嘞，一看就是北海雷门，从门框到门把手都是蓝嘞。冷不冷先不说，反正风格怪统一。
不可能！魏宗主只是合体期，怎么可能同时击败2名大成？你看魏宗主身上连伤都没有，衣服都没皱，这打过架，衣服不可能这么整齐。所以不是魏宗主动的手，那是谁？2个大成被废成凡人，魏宗主身上连一道剑痕都没有，这不像他打的。他要是能1打2废大成，早就飞升了。当然不是老夫打的，老夫一个合体期打2个大成，老夫又不傻。宗主打不过，但宗主知道跑，知道自己打不过，就找能打得过的人，这不是丢人，这叫有脑子。虽然宗主平时看着不像有脑子。北海之主，魏宗主没被打死，还把北海之主请来当救兵。魏宗主的剑只能砍人，他的嘴能说服别人来帮他砍人。宗主真把北海之主请来嘞，这张嘴有时候还是怪有用嘞。北海之主，大气之人，人家不计较老夫当年借宝不还之事，他说至宝留在你手中，比留在北海更有用。老夫便问：那我不还了？他说：行。老夫又问：有没有空帮个忙？有人在上古战场摆了座邪阵，要把老夫的弟子炼了。他说：行。六师弟，怎么？宗主刚才是不是看了我一眼？想多了。我看见了，他真的看了我一眼。看见了又怎样？宗主是不是想把我卖到北海？北海太冷，我不想卖去北海。要卖就卖去南边，南方暖和。你卖不上价。你身上最值钱的，就是这件衣服。魔界商贸区购入，折后5块上品零食。现在穿过了，二手，不值钱。有道理，那我多穿几次，争取穿本本。五师兄都啥时候嘞？还算衣服回不本本？打不着，还是打不着。宗主打不过是真嘞，可宗主跑的也是真快嘞。别人修炼是为了打赢，宗主修炼可能有一半都是为了让别人打不着，打不着就不算数。修仙界第一邪修，老夫来会一会。大成交锋，真正的大成交锋！诸位道友，10块上品灵石值了，这场面1000年难见。大成战斗特点：速度极快，威力极强，难以分出胜负。修为相近时，决定胜负的可能不是功法，是耐心。谁先急，谁先露出破绽，谁先累，谁先死。北海之主拦住夜宵嘞，独眼爷爷和枯鹰大人护着俺哥，宗主也回来嘞，救兵越来越多，那镇里嘞师兄们是不是终于能开始破阵嘞？北海也要插手修仙界之事，炼化2界生灵也敢说只是修仙界之事？一个放冰箭，一个放火球，冰箭动火球，火球融冰箭，打完喘一口，喘完接着打，看着谁也打不过谁，但谁也不愿意先停。咬一口就跑，跑完再回来咬，妖兽不亏，亏了全是被咬了人。
俺哥还怪会做生意嘞，挖矿、炼器、卖剑，现在连疫苗丹都卖，产业链越来越全嘞。等俺哥回去，肯定得重新开门。能咬人之后，人家是不是也得吃疫苗丹？30年前仙魔大战，你躲在家里当缩头乌龟，乌龟不好好当，又跑出来给人当狗。一个合体期，跟着几个大成瞎混什么？还想跨境界飞升？做梦吧你！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能不能飞升，还能带你一起飞？哼！你脑子摇匀了没有？你连大层劫都没度过，还整天想着飞升，飞升飞升飞！宗主骂人，咱还越来越不讲究嘞。可能打架的时候讲究不了那么多，只要能把对面气乱，啥词儿都能用。闭嘴！闭什么嘴？老夫想骂就骂，你管得着吗？你是老夫的爹，你配当老夫的爹？你给老夫当儿子，老夫都嫌你年纪大。对面合体期，宗主能打；对面大成期，宗主就跑，一点都不犹豫，怪聪明嘞！以大欺小，不要脸，2个打1个，不要脸！大成打合体还是不要脸，你们还要不要脸了？脸不要，可以捐给需要的人。炼器坊正好缺兽皮，你们2个的脸皮比高阶兽皮还厚。鬼小子，你站住，让老夫打一场！站着让你打？你当老夫傻？你当老夫第一天出来混，老夫被人追了2800年，还从来没被人打到过。你想当第一个？做梦！怎么又来2个？打不过就加人，4个追1个，你们可真有出息！叶图，几百年没见，造还是这么慢。白鹤舟，别让你的鸟飞太快，待会儿翅膀累了，他也把你卖了。宗主到底多招人狠？一个大成，一个合体，2个炼虚追他。宗主年轻时就这么能跑嘞？被追2800年，没被打中过，这不是一般类能跑，这是把逃命修成一门绝学嘞。又没打着。宗主战术：不正面迎战高境界敌人，利用速度持续消耗，利用语言攻击扰乱道心。敌人数量增加时继续逃。核心：只要打不到，就不算被围攻。这也算战术啊！能活下来就是好战术。家主，我们要不要上去帮老祖？大能交手，你们上去送菜吗？先解决北海的人。先拉开距离！北海修士也太惨了，大老远跑来帮忙，一口水没喝就被追着打。没办法，对面人多，还有高阶妖兽，一巴掌能拍飞一群金丹。咋越跑越远嘞？他们是宗主请来帮忙嘞，要是真跑没了，北海之之打完回来，不得先找宗主算账？矿兵听令，去支援北海修士。他们天天挖矿，力气怪大，镐头能砸矿石，也能砸灵盾；铲子能铲土，也能铲人；锄头能刨矿，也能刨邪修。还能打吗？能。那就回去。你们大家为什么还挖坑？职业习惯。再来！起来！诸位，北海修士与魔界矿兵临时联合作战，目前战术是矿工挡刀，北海输出；矿工挖坑，北海推人。这组合居然真能打！一个负责挖坑，一个负责送人进去，专业对口。我突然也想去挖矿了。等等，那些巨兽中了禁锢符印，他们不是自愿听从黑衣修士，是用巨兽本源灵液混合符印，
强行签下的控制契约。你们看，动作生硬，像提线木偶，每一个动作都比正常状态慢半拍。有没有破解之法？找到了，用灵力攻击巨兽心口符印周围3处血脉叠点。哪3处？左胸、右胸，还有心口正下方3个位置连成三角形，必须全部击中，才能暂时封堵本源精血流向符印，不能永久解除，但能中断控制一段时间。能断多久？一会儿就够了。一阶妖兽怪聪明，一醒过来就知道这里不能待，啥仇都没有命重要，先跑再说。尔等胆敢挟之于我！他说人话嘞，不光会说，发音还怪标准，比六师兄教俺认字时还标准。放开老夫！上官家主飞出去了，飞得比魏宗主还远。不一样，魏宗主是自己跑，他是被扔的。打回去！就是你这老东西，想炼化我家小公主，她才3岁半，你下得去手？你有没有良心？有没有人性？公主不在这里，她不在阵中，如何炼化？那是你没有抓到，不是你不想。打死你这黑心老贼！那个每天蹲在魔宫门口晒太阳，动不动就抹眼泪了老头，真累是大成。等他回来，俺还是不跟他算幽冥国嘞，怕他哭。哼，你准备拿这东西打我们2个？撑船用的手头，应该也能打人。你一个人也想与我们2人交手？没打过，想试试。哼，不怕试试就试试。一把年纪了，试试就试试。以前没试过，想试试，试过就知道了，知道了就不怕了，不怕就不用想了，不想了就能安息，安息也好，安息了就不用乘船了。有本事别闪！不闪就不是试试。大成打大成，打得好！张羊角那个是不是忘川之流摆渡人？我记得大宰了我，随便放在河边乘船，他还免费。林大人确实宰过俺，当时俺没钱，他1块零食也没收。现在想想，俺坐过大成骑乘类船，怪有排面。放手，困住他！修为挡不住10只高阶魔兽，可魔兽认得他了血，认得就会怕，怕就会慢，慢了就好打一点。护兽主拦住猛兽！二师兄用的是基础剑法第6式，真能扫。基础剑法，元婴期使用，可暂退3只高阶魔兽。这
重点不应该是二师兄好看吗？朱燕还是很强的，元婴气能拦10只高阶魔兽，皇族血脉压制而已。换只野狗看到你也腿软，不过不是怕你，是嫌弃你。别吵，朱燕右手在流血，虎口裂了。魔君怎么还不来？上次仙魔大战还能出来投降，这次连面都没露。魔君暂时回不来。又是你，屋里放屁！有话不说，有屁不放，说了你们也帮不上，帮不上还着急，着急还骂我，我还嘴，你们骂得更凶。公主殿下，野七，能去帮俺哥。魔君命属下贴身保护公主，属下不能离开。俺哥在流血，对面那么多个打他一个，能不去，万一他死了咋办？俺在宗门怪安全，俺不乱跑。大阵怪厉害，大城气都进不来。能去帮俺哥，俺自己待着。属下速去速回。公主切勿离开护宗大阵。俺保证。能快点去呀！符焰这招是天剑宗基础剑法第6式吧？横扫千军，真的好溜！羊角老魔1打2，好厉害！竹高当剑勇，还能和2个大成打平。那竹高到底是什么法器？看着不像法器，像真的竹高。那个爱哭的大成也很震撼，一边哭一边打，眼泪落地都能砸坑。这是什么功法？夜宵和北海之主都打到看不见了，我眼睛都看花了。高阶妖兽全反火了，对，咬死邪修，咬死叛徒。北海那个合体期老者也厉害，冰杖一挥，上官老祖冻住了，再一挥又化了，再一挥又冻住，来回冻来回化，上官老祖快疯了。这辈子第一次看见这么多大能交战，值了，就算被炼化也值了。别啊，你值，我不值，我还没活够，还没找到道侣，我也不想死，我还没吃过狮子宗灵膳，我还没去过魔界商贸区，我还没见过北海的雪。什么时候才能打完？我的修为一直在流失，像一个漏水的桶，根本堵不住。再过半个时辰，我可能真要变成干尸了。修仙界的，还有魔界的，还看什么？破阵啊！看了半天了，看够没有？看够了就干活！对呀，光看有啥用？快破阵啊！还看甚呢？破阵啊！快，别看了！我差点忘了自己还在被炼化。此物并非普通麻绳，此为裂腹麻蹄绳。绳丝可钻入阵法缝隙，缠绕阵基枢纽，一旦锁住灵力脉络，便可将其强行扯断。专克锁链、结界及禁锢类邪阵，编了一整晚，试了无数次，一条够不够尚且不知，但愿够用。搞快点，老子还要出去打架！这便开始。这里，是这里！找阵缝，就像拿着一根针在布上找一个看不见来动，洞着不到，针扎不进，扎进了也不一定扯得开，扯开了也不一定扯得断。这针咋这么结实？宗主，还是不行，这针跟铁桶一样，连条缝都没有，绳子塞不进去。别急，老夫给你们喊了救兵，再等等。
还有救兵！宗主这一路到底喊了多少人？喊一个北海，喊一个北海之主，现在还有他的嘴是传讯法器吗？此阵耗费100年，日夜打磨，反复调试，岂是尔等一时半刻能够破解？做梦，梦里也解不开。来了来了，救兵来了，终于来了，我腿都站麻了。是人，不是绳子，这次来的是个人。他不是来破阵的，属下不会破阵，属下只会打人。快去帮俺哥！你不是跟着妹妹？公主命聘属下来助少主。让开！方才不是跑得很快吗？继续跑。怎么办？这还是破不开，麻绳塞不进去，府院那边撑不住了，少主剑断了，暗卫也受创了。宗主，快想办法呀！这啥雷呀？快想雷！灭！给老夫灭！诸位道友，渡劫之人又出来了！当思念飞过夜空，缠绕指尖停留，美得像一场梦。是他来嘞，他怪美，比俺在流影珠里见到了还美，而且他长得怪像俺。娘，谢千珏，果然是你。我没事，娘。听见没有？他叫他娘！魔界少主将青云宗宗送为主娘。青梦宗主亲儿子被打成这样，他能不出来？那他不就是魔君的道侣？那30年前的仙魔大战算什么？夫妻吵架，脑子被话本夹了，分明和这次一样，是2届反派贯通起来演戏。太好了，宗主终于出关了！我就知道宗主不会不管我们。可是宗主还在渡炼虚劫啊！炼虚劫雷一共36道，已经落下好几道了。渡劫本就消耗极大，他还要分心救人，撑得住吗？原来娘担心哥哥的时候眼睛也会红，跟俺担心哥哥的时候一样。他不是不想俺们，他只是以前不能出来。娘，恁也别受伤。欺我儿者，该死！魏苍玄，你别跑，带上我！呸！你个糟老头子，怕死别拉上老夫！老夫跑得好好的，你跟着跑就是了。喊什么喊？怕别人不知道你在逃命？该死！快些！散开！娘被雷劈是变强，他们被雷劈是变僵。同样是雷，怪不公平，但俺喜欢。青梦丫头，
先救人！落！再落！天雷就在头顶！星梦宗主为什么连我们一起劈？裂了！裂了！全部人集中南侧阵眼。缠住了！那就扯！1、2、3，给老子扯！娘劈开裂缝，主持把绳子塞进去嘞，所有人一起扯，只要把这口大碗掀开，师兄们就能出来嘞。锁住了！所有人拉！用力！这次不是人动，是绳子自己往里钻，缠住正机，再让所有人一起拉。怪像拔萝卜嘞，就是这个萝卜怪大。快来！裂开了，快冲！别急，一个一个来。谁踩我脚了？把脚拿开！那是我的脚，不是石头。谁拿我馒头了？我馒头还在这里，那是我晚饭。等一下，一个一个来！你屠宗师怎么不让人一个一个来？别打，我们也是听老祖命令。听命令就能练我们？我们愿意投降。晚了，老子修为都掉了一层。活的，继续打。大成合体炼虚，他们靠近不了，靠近就会被余波掀飞，飞了还要占床位，浪费丹药，所以大家先打小雷，小雷好打，打完能骂，骂完还能接着打。魔一，去给少主疗伤，给影七疗伤，是。给东南西北4位魔将疗伤，记住，先治伤口，再补魔气。你们4个去抓3大家族叛徒，留几个活口，别全打死。回去以后先审判，审完再杀，先审后杀，程序不能乱。严长监军他们重视程序，看来2阶雷人只要认真起来，都怪讲流程。高阶魔兽全部捆回去，别弄死，都是高阶战力，带回去看大门。待遇从优。中阶的、低阶的不用留，放我们的魔兽咬死，敢咬主子的东西，留着浪费兽粮。不是躲，是真拿身体和斧子硬扛。大成一掌拍下来，他只退10步，怪扛头嘞。没事，老子还能扛。蝼蚁不自量力。大都哭了，他们5个确实打不过大成，可他们只要让那个老东西分心一下，独眼爷爷就能鼻子打歪，鼻子一歪，眼泪一流，心态就崩嘞。一群和尚也敢插手大成之战？阿弥陀佛，打不过，但可以烦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打跑这个，那个又来，打
打跑那个，这个又回来。和尚爷爷们不跟他硬打，就一直烦他，烦到他没空好好打北海之主。诸位道友，禅宗苍蝇战术成功，叶宵首次负伤。和尚不负责打赢，负责把人烦死。一个大城配8个苍蝇，效果居然这么好。走！你们想做什么？砸他！老夫就不信砸不死他！1张不行就10张，是；10张不行就100张，是。我们青云宗什么都缺，就是不缺钱，不缺灵石，更不缺符箓。这得多少灵石呀？别人扔符箓是用1张少1张，青云宗扔符箓像扔不要钱嘞纸。要是给俺们天天宗，这些符够用好几百年嘞。不许拍！历史资料不能遗漏。上官道祖晚节不保。